光幕撕裂了平凡日常，草坪上我对着路线盼望，小卖部的梦还没发烫，就被卷入这晚走的战场。成长路线闪烁着微光，中传这3个字刺痛眼眶。别人宣战时或是群王，我把交易行当作信仰。街上的价格高得荒唐，梧桐的木料炒成金香，博弈论在小学门口登场，用低价把垄断的门撞响。7月赴战时劈开成霜，牛马们把账本垒成城墙，是拉姆的孤独，是交易的列张，每枚金币都闪着智慧的光。当夜幕降下寒芒，我们把价格压进土壤，让每个同伴都找到方向，这战场终将有账本收场。就在不久之前，林鹤才刚完成自己儿时的梦想，在小学门口开了一家小小的杂货铺，眼看就要能过上玩电脑卖货、零食饮料随便吃的神仙日子，结果整个世界所有人都被卷入到这莫名其妙的游戏里。根据这光幕中的说法，被选入到战争游戏的人将会代表人类一方参与到同万族之间的战场。我的小卖部，我的零食自由，我的神仙日子，啪！没了，贼老天玩我呢！战争游戏虽然在林鹤看来有点像什么网游，但与网游不同的是，这里并不存在着什么隐藏职业，亦或者说每个人都是隐藏职业。您是否已经决定好自己的成长路线？这个目标决定着每个人的成长潜力，同时也会影响成长难度。也就是说，如果目标是成神的话，可能一辈子都迈不出第一步。但如果目标只是成为一名普通领主，种田养鱼的话，升级难度就会比常人低上100倍。当然，上限自然也高不到哪去。而且这个决定一旦定下后就不能更改，真的是好难的选择题啊！先看看别人是怎么选的吧。你们成长路线都选了吗？怎么还会有人连成长路线都没选好？网游卡捏脸的人见多了，在职业选择上卡住的我还是第一次见。这人是傻子吗？不是兄弟，你认真的？一步快步不快的道理懂不懂兄弟？兄弟，你这开局就落后所有人半天，马上过不了几个小时天就要黑了，实在不行，兄弟你就别纠结，先选个战士保命吧。回头我再传你几招生存技巧，也免得你饿死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就现在交易行那帮奸商，嗨，算了不说了。我认识他吗？如果我记忆没出岔子的话，我应该是不认识这位叫我战狂的。莫非这就是万里挑一的老好人兼热心肠？不过对方有句话倒是提醒了我，到现在我还没有进交易行看过。奸商，要是在这里也能想吃什么就吃什么，那该多好啊！已捕捉到关键词，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正在匹配性格，为您预设成长路线，请问您是否确认成长路线为中产者？中产者简介：恒星是我的烛火，星轨是我的绶带，文明是我的沙盘，是我的仁慈，让万灵在我的花园中生长，让呼吸不必被货币丈量，而一切都将取决于我的仁慈。这个看着挺牛批的啊！我决定了，就要这个。已确认最终成长路线，您的成长路线为中产者。注意，您将无法再通过杀戮、战争、统治等一切非市场垄断类措施提升成长经验。市场垄断，都说潜力越高的成长路线提升起来就会越难，但这个成长难度起点是不是也太高了一些？张口就是垄断市场，把自己卖了有人要吗？不过确认成长路线后，战争游戏倒是又开启了个新的个人界面，先看看再说。零和昵称
未定。成长路线，中产者。目前等级 Level 0，白手起家。攻击能力无，防御能力无，特殊能力无。评价：当有人想把你挂上路灯时，你将毫无一丝还手之力。好一个3无角色，还有为什么莫名其妙要把我挂路灯啊？中产者 LV0已解锁效果。效果1，你的事务官将被秘书职位取代，无视时代限制。效果2，你的所有领民忠诚度替换为响银，响银将对中产者路线所有单位产生增益效果。其中新人成长里，我在区域频道中看到过，应该是每个人都有的东西。至于这起始债务，光看到名字就感觉不太妙啊，哈哈，自己吓自己。您已开启战争游戏新人成长礼，您获得一把破石斧、2个热气腾腾的面包、1罐冰镇的肥宅快乐水。接着开，您已开启中产者初始债务，恭喜您获得贷款抵购券1张，还款期限1年，恭喜您获得初始秘书招募卡1张。初始秘书招募卡效果，你可以无需花费资源，随机招募1名秘书单位，此招募无视领地时代科技。不需要花钱，直接招募1名秘书吗？就目前来看，我还没有获得任何可招募的领民或者兵种，倒是原先写着事务官，现在写着秘书的那个选项，目前为可招募状态，但与招募卡还是有些不同。招募秘书效果，随机招募1名符合当前领地时代科技的秘书单位，消耗10金。注：目前领地秘书限额为1，达到上限时将无法继续招募秘书单位。首先，招募所需的10金相当于10个基础单位的价格，我现在不可能掏得起。其次，从效果上来看，不使用招募卡招募的秘书单位将根据目前领地时代有所限制。我这领地算是进入石器时代了吗？如果使用页面中的招募，会不会给我招个野人秘书过来？一想到自己的秘书可能会是个虎背熊腰、尖牙利齿的女野人，亦或者男野人，灵和就不由得打了个冷战。照这样看的话，作为踏上中产者道路的新手福利，应该就是这张秘书招募卡了。使用，恭喜您成功使用初始秘书招募卡，您获得了新的秘书薇拉。领主大人，我很可爱，请给我钱。刚见面就要钱，难道是工资？虽然先前在区域频道窥屏时了解到，目前大部分人初次进入的都是石器时代，石器时代的领民和战士单位都不需要工资，只需要食物和水供养就能保持忠诚度。但薇拉身上这穿着显然不是石器时代该有的气质。看着面前少女，双眼中写满的期待，灵和不知怎么的，下意识心头一软。虽然只开过小小的杂货铺，但他也不是那种会拖欠员工工资的老板。先自我介绍一下吧，领主大人，我是薇拉·贝伦，价值的忠诚拥护者，也是您的首席秘书。请您不必担心，我不是那种会为了蝇头小利而拖慢您发展速度的事务官。蝇头小利与我不过如水中浮游，不值一提。丁，恭喜您获得秘书薇拉的认可，目前您可以查阅薇拉的个人界面。这个看似精明市侩的少女，居然因为区1枚金币就认可了自己。秘书薇拉可成长特性：价值解构之瞳，金钱过敏。价值解构之瞳，该单位可一眼看穿物品原材料价格与人工费。金钱过敏，该单位受到商业之神的诅咒，触碰任何纯度低于90%的金币都会陷入过敏状态。看着薇拉的个人面板，灵和有些沉默。倒是不能说不好，从商业辅助意义上来说，仅价值解构之瞳这一个特性，薇拉的身价就已经不可估量。但奈何目前处于战争游戏初期阶段，本来他以为秘书会有一定战斗力的，但现在都不用说战五渣了，薇拉跟他2个人凑在一块，恐怕也凑不出1的战斗力来。领主大人原来在看我的个人面板啊，是不是被我豪华的面板给震撼到了？一点都不豪华。你看得到这个面板？当然，我是您的秘书嘛，而且不只是能看到。噗嗤，没想到我们尊贵的领主大人还是个3无，这还不如我豪华呢。被薇拉2次3番的嘲笑，灵和终于忍不住伸手上前拽起薇拉的脸蛋儿，给我好好尊重一下你的老板啊，混蛋！
混蛋领主，吾要扣你的忠诚度。呵呵，没想到吧，我这根本就没有忠诚度。效果2，你的所有领民忠诚度替换为响银，响银将对中产者路线所有单位产生增益效果。你混蛋！只会欺负秘书，可不是一名立志成为中产者的领主该干的事情。你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干什么？当然是买东西。伐木场灵化简介。受到生命祝福过后的伐木场，可通过大幅度消耗土地养分的方式，使其中树木进行快速密集生长。售价10万金，限时购买6天19时21分。你是认真的？10万金，你把你领主我卖了，看看够不够吧。哎呀，领主你怎么跟条咸鱼一样？不是都说多多欠债有益于身体健康吗？你看我都没嫌你穷。薇拉偷偷告诉你哦，根据薇拉的判断，灵化伐木场的价值至少在50万金往上，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咱们白手起家，带一带不丢人的啦。听着薇拉3句不离贷款欠债，灵和就知道他把主意打到了自己的贷款抵购券上。那张券并没有限制贷款额度，因此凭券购买的话，只需要1年内还清10万金币就好了。薇拉，你有注意到刚刚交易行内新上架的货物吗？哦，领主大人，你说的是这个？还真是狮子大开口呢！明明是价值不足20铜的材料，制作成篝火的话，也只能烧1碗而已。只能烧1碗的篝火？这么看来的话，一组木料好像也不是很多。操！刚刚是哪位大佬上架的木料？求大佬再上架一点嘛，让我干什么我都会做的。小妹今年年方18，只要一点点建材阴影。5金，一组木料卖5金，这不是吃人吗？根本不可能有人能一次性拿得出5金，就算有，恐怕也不会去购买区一组木料。因此，这挂售的真正目的应该是以物换物。那个匿名挂售木料的人想通过这种方式，在战争游戏的初期，尽可能从其他人的手里搜刮到更多的物资，真是好算计啊！可惜，无论那匿名背后之人是谁，他都要失策了。木料这种东西确实非常容易取得，也不是什么稀罕的物品，但架不住整个区域内所有人初始位置都是随机的。有的人初始去到的地方是戈壁，还有沙漠或雪原这种极端地形，对他们而言，基础建材物资极度紧缺，很多时候完全没有获取途径。同时，极端地形环境还会催生一些极具攻击性的小型生物。可以说，要不是新手礼包送的面包和水，现在这片区域内的伤亡人数会抵达一个很恐怖的数字。不过，极端地形带去的也并不全是坏处。至少在极端地形中，生物爆出铜币的可能性远远超过常规地形。现在距离选择成长路线已经过去了好几个小时，上万人里总有一部分人会选择接受现状，适应当下的环境，而那一批人便是这基础建材物资的受众人群。看来领主你已经有打算了。当然，您的货币不足以购买此商品，是否使用道具、贷款抵购券？是的。您已成功购买商品。伐木场灵化，请选择您要放置的区域。确认放置。由于您购买系统商品，成功触发秘术职业技能，讨价还价，您获得天头。领民招募令，契约伐木工。居然还有天头拿！灵和没想到薇拉还能给自己带来额外的惊喜。契约伐木工时代，石器时代中产者途径简介，已经得到初步教化，理解利益2字含义的最基础工人单位，他们曾定下契约，宣誓将永远忠于利益。招募价格1金。由于薇拉是灵和的秘书，原本给出的金币会重新回到这里来，所以灵和不需要担心那1金币会拿不回来。招募。姓名吴，职业契约伐木工，饷银吴，特殊能力吴，战斗力5及其低下。好吗？不愧是基础单位，战斗力刚好等于5的渣渣，也就强过5个自己跟5个薇拉之和而已。
除了没有特殊能力之外，契约伐木工的战斗力在易经可招募的领民里，应该已经算是最高等的那一档。纯数值的美感。作为老板，我手底下的第一位正式员工，给自己取个名字怎么样？一切为了利益。我是说让你给自己取个名字。一切为了利益。你还会说其他的话吗？一切为了利益。我说领主大人，您怎么会觉得跟这种远古蛮子能交流啊？看到这正式的肌肉了吗？脑子换的。砍你的木头去。是。你已向伐木场零化分配契约伐木工程1，目前伐木场零化产出效率为100组木料每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先前交易行内那匿名奸商的木料挂售价格可是5斤，结果自己这伐木场内仅1名伐木工的日产出就达到了100组木料。如此一看，这木料还真不是什么珍稀玩意儿。呸！奸商！又是谁在骂我？是否上架木料？是。请问这张图纸可以换多少组木料？是否选择匿名？是。可以换1组。不可能。既然如此，那你去找其他人交易好了，看看除了我之外，还有谁愿意花费大量物资来换你这个现阶段一点用也没有的图纸。而且到时候别怪我没提醒你，即使是以物换物，只要通过交易行也是要交税的。你那青铜时代的图纸交易税应该不低吧？你呵呵，竟然还讨价还价！青铜时代的建筑物图纸，如今除了我以外，他觉得他还能卖给谁？怎么办呀？再这样下去，我要冻死了。早在决定成长路线之时，我便意识到，既然成长的难度与最终目标相关，那么在最终目标上做出手脚，必然能大幅度降低中途的成长难度。虚假的创世神，这便是我精心琢磨后为自己定下的目标。真与假一字之差，让成长难度降低了无数遍。升级给予的能力也没有让我失望，10倍的资源采集量，使得我砍伐一棵树获得的木料在20组到50组之间。现阶段除了我之外，根本不可能有人能同时拿出足够的物资和金币去交换那些珍稀的图纸、道具以及物品。而只要通过交易行快速度过初期，未来完全可以去抢占其他人的生存空间，来弥补自己这过于恐怖的资源消耗。就让那些曾经瞧不起我的人都给我看着吧，这个时代我才是主角。交易行上架了新的物品：木料简介，制作初级基础设施的必备材料，挂售价格1斤每组。领主大人，这笔交易利润率太低了。混蛋领主，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你觉得我售价定得太便宜了？虽然在他看来，木料的真实价值只有20铜左右，但在一个面包都卖到50铜的当下，即使零和价格定得更贵一些，也不至于会卖不出去。1斤的价格500%的利益，在薇拉眼里还远远不够。也就是目前他身为零和的秘书，如果身份对调，薇拉断不可能将这些木材贱卖。心中疑惑被薇拉全盘托出。听完零和才知道，薇拉为什么上架完木料后便一副气鼓鼓的模样。你呀，你就是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资本家思想。听说过博弈论吗？什么意思？所谓博弈论，就是研究在人与人相互影响时，如何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在我看来，如今的交易行便是一场零和博弈。木料是目前一定能成功出售的必需品，但整个交易行内所有人手中的钱却是有限的。所谓零和博弈，完全由竞争组成，没有任何合作可能，因为一方的收益必定为另一方的损失。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要获得更多的金币，那么就必然会夺取其他出售者的利益。按照您的意思，那些同样出售物品的人才是我们的敌人。如果我们想要获得更多的收入，最好的办法就是降价压缩其他人的生存空间。在交易行内利益固定的前提下，他们根本就没必要去跟其他商人合作共赢。用100组木料换取500个金币所带来的收益，其实远不如用1000组木料换取1000个金币。完全正确。而且我觉得我们可以做得更极端一些。更极端？没错，1金币1组的木料，放在现在我还是觉得太贵。要做，干脆就做绝，一口吃掉整个交易行所有的利益，把那些黑心商人全部饿死。您挂售的木料呈10组已全部出售完毕。那个该死的混蛋，他究竟知不知道他在干什么？良心小贩是吧？咱们走着瞧。卖了10组木料，扣掉税到手8枚金币。薇拉，你要拿会儿吗？嘿嘿，领主大人万岁。
快点吧，领主大人，继续加大产出，我都已经迫不及待想看到那群交易行奸商的哭丧脸了。到时候他们的表情一定会很好玩。说起来，咸鱼如领主大人，这些博弈论的知识都是从哪里学的？哈哈哈，秘密。好吧，话说领主大人准备如何处理这几枚金币？这还不简单，再招4个伐木工，然后去交易行购买4把石斧。怎么，我这方案有什么不对吗？我是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您其实可以考虑一下，拉高一些响银呢？调整为满响。契约府战士。契约府战士简介：利益指数的持续升高，使他们情绪无比高昂。对于如今的他们而言，伐人与伐木一样轻松。词条义：高昂。此单位资源产出速率提升150%，战斗力提升100%。词条2：勇烈。交战时，死亡将不能作为震慑条件，降低此单位士气，且外貌类恐吓对此单位无效。如此豪华的属性，根本就不是价值1金的基础领民单位应该有的面板。我在区域频道内看到的所有基础单位，与如今的契约府战士对比，都显得无比逊色。除了保持持久战斗力，每月需要花费整整450铜之外，这个兵种几乎没有任何缺点。这次多亏你了，领主大人。混蛋领主，你在干什么？我不是你想的那种秘书。我想的是哪种秘术？你够了啊！我还不至于饥渴到对维多利亚时代的黑心资本家下手。哈，你个连响银都没想过要发的混蛋中产者，没资格说我吧？确认过眼神是半斤8两的人，反正也不是第一次拌嘴了。林和正想主动缓和一下现在的气氛，然而下一刻他就看到薇拉眼神突然变换，然后举起权杖狠狠敲落在地。来人！什么？痛痛痛！感谢的话回头再说吧。看起来外面来了点不速之客。不管外面是谁，让我们去会会他们。不过热血并没有冲昏林和的脑门，在冲出伐木场之前，林和还是用剩余的资金招募了3个契约伐木工，接着为每一名契约伐木工置办装备，又将响银全部设置为满响状态。如此，有了4名战斗力彪悍的契约府战士作为肉盾。什么鬼？史莱姆！给我上，杀了他！恭喜您完成首次针对外族领主的战争胜利，您获得成长经验0，您获得战利品5。外族领主，好不容易遇上一次外族领主，结果对方就这么没了。要知道，从战争游戏出现到现在的时间里，区域频道内还没有人传出发现外族领主的消息。虽然有可能是那些遇到过外族领主的人隐瞒了相关消息，但也有可能这是与外族领主的首次接触。还是提醒一下其他玩家吧，小心圆滚滚滑溜溜，看上去像是史莱姆的东西，那是外族生物，也可能是外族领主，具有很强的攻击性，会杀人。楼上玩游戏玩魔怔了吧？连史莱姆都出来了，要不要我吃啥个字母给你助助兴？我倒是希望碰上史莱姆，而不是被一群该死的狼追着咬，救命啊！等等，你们没看到那条消息是谁发的吗？操！港都一道是小范哥。埋木了的那个小范哥，谢谢哥已经也做个魔力委员的子，孩子了说我根本车子不带没的呀，句子。哼，外貌长得像史莱姆的外族领主吗？是个需要被铲除的威胁，这一点我记下了。新的魔料1个小时后上架，请耐心等待哟，各位亲。什么？他怎么可能还能拿得出更多的木料？区域频道内的惊呼声并没有被林和放到心上。将即将上架更多木料的消息发出后，林和便转过头，想要招呼薇拉和几名契约府战士回去。我们先回去吧。看来我猜的不错，找到你了。居然又是一只史莱姆。如果我猜的不错的话，躲在草地下这个家伙才是刚刚袭击我们的幕后黑手。混蛋领主，你打算怎么处置这个家伙？这金币我就当精神损失费收下了，公平交易，童叟无欺。但你先前想要杀我，这件事可不止这点钱。没钱，那可就不好意思喽。斧下琉球，怎么了吗？我刚刚好像看到了钱。你这家伙不老实啊！
就是这个。薇拉指向史莱姆掏出的凝胶，想要触碰，但又不敢直接上手。他才想到一个好主意，用手中权杖轻轻戳向史莱姆举着的凝胶。非常高效且好用的引火物，我估价在30铜一个往上。30铜一个。灵和闻言，目光看向史莱姆，那圆滚滚的身体不再像是一个敌对领主，反倒更像是一个咧嘴笑着的财神爷。听上去30铜不是个很值钱的价格。但要知道，被薇拉估价到20铜的木料，在如今的交易行内可不止这个价格。最重要的是，目前整个交易行内都还没有任何人出售引火物。如果灵和能够开拓这个市场，他将会是交易行内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同时也是垄断者。我们来做笔交易怎么样？我用1枚金币和你换9个凝胶，你看怎么样？你这样偷奸耍滑的，咱们友情可就淡了。咦，这些小凝胶价值好像更高哎，更稳定，更适合携带，可以存放以备不时之需。这样的小凝胶大概价值50铜左右。交易愉快。与此同时，新的货物被灵和直接上架到交易行内。火史莱姆凝胶简介：火焰史莱姆的排泄物，适合长期存放的火种，可用来引燃易燃物品。挂售价格：1斤1个，含交易税20%。与木料不同，这些凝胶虽然挂售价格按照当前市价来说不算很离谱，但也没有很快售出成功。毕竟火种这个东西，老祖宗可是传下了钻木取火的方法，只要用1金币招募一个领民，然后愿意花费一些功夫，应该不算难搞。倒是火史莱姆凝胶这个名字，让区域频道内掀起了一波讨论热潮。居然真的有史莱姆这种生物，我还以为是小范哥在逗大家玩呢。等等，小范哥上架了这么多史莱姆素材，是已经杀到其他种族领主的领地了吗？666，还得是小范哥，发展开奖2不误。18岁女大学生求带求带加1，求带加10086。引火物在现在应该不太好卖，站在共抗外族的角度下，我买一份支持一下吧。行了，你走吧，有事没事常来玩。能带一些交易的货物来就更好了，咱们可以互通有无嘛。当宠物卖应该能卖个好价钱。你这是打算继续跟我交易？但是我现在已经没有金币了。温温的，软软的，滑滑的，做成沙发之类的奢侈品，应该能卖到10斤以上。行了，别吓他了。你不会不打算走了，准备赖在我这儿了吧？看样子他好像还真打算跟着我们了。领主大人，要不我们就让他留下吧，就当是宠物兼备用资金。以后就叫你汉堡好了。他起名只是想更好的称呼自己这个未来合作伙伴，绝没有把对方当成宠物的意思。汉堡这个名字好，让我想到了家的味道。没想到领主大人你还怪会取名的吗？那当然，你家领主可是文化人。这边事情都结束了，你们还站在这儿干什么？你们难道指望树木自己把自己变成木料吗？还不快给我回去砍树！你们2个给我等等！该死的混蛋史莱姆骑士！哇，这批木料好像有点多，大概100组的样子。薇拉，帮我上架。我就知道会是这样。好，有事秘书干嘛？我懂。按照4个满响契约府战士的效率，1个小时产出100组木料是个很正常的数字。战争游戏的交易行可不是什么乾坤圈，喊一声收就能把方圆几十里的资源全部收进去。想要在交易行上架东西，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只能接触自己已有的物资，然后一个一个或一组一组的上架。都已经超过1个小时了，小范哥怎么还没有上架木料啊？应该是遇到事情耽搁了吧，毕竟先前都遭遇外族领主了，说不定小范哥在很危险的地方呢。对于灵和是否会继续上架木料，聊天频道内大部分人都是毫不怀疑的，因为明眼人都能看出，现如今初期正是木料最缺乏的时候，有能力开采多余木料的人绝不会放过现在这个可以大赚的机会。唯一让他们担心的便是灵和接下来上架的木料价格。其中灵和还刷到了看上去理性分析的人正在带着自己的节奏。有一说一，我觉得他就算上架新的木料，应该也不可能会是1斤1组了。
谁都知道，现在木料价格在2斤到5斤之间，你们怎么知道他下一次上架的价格不会是3斤1或者4斤？这不会吧？小范哥都愿意分享自己的情报了，我觉得他是好人。呵呵。那好，我们就假设他依旧以1斤1组出售木料，那么你们觉得他一个人一次性能出售多少组？10组、15组，还是20组？醒醒吧，我们这片区域足足上万人，就算有便宜的木料，又凭什么能轮得到我们？与其去赌个彩票概率，真需要木料的话，交易行内现有的木料才是最佳选择，还不会耽误发展。这话好像有点道理。确实。好，薇拉这次上架把我们的木料价格调整到50铜。哈，我们改行做慈善啦。你就不能想我点好？不要乱碰一个淑女的帽子。你先前不是说一组木料的价值就在20铜左右吗？好像也是哎。算了，你是领主，你说的都对。久等了，家人们，遇到些事情耽搁了，真是不好意思。为了赢得家人们的原谅，小范在这里做出了一个痛心疾首的决定。原价1斤1组的木料，如今50铜的价格献给家人们，足足100组。50铜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家人们还不快交易行内走起！消息一经发出，并未引起区域频道的沸腾。相反，区域频道内许久没有冒出有关木料的信息，反倒是交易行那边，薇拉每上架一组木料都会被瞬间秒掉，出售的速度甚至比它上架的速度更快。而随着木料被大量售出，连带着零和挂售的活史莱姆凝胶也逐渐有了销量。看着个人界面中的金币数量越来越多，零和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浓厚。看来并不是史莱姆凝胶没有销路，而是需要这玩意的人手中没有引火物。只要木料能卖得出去，那么活史莱姆凝胶自然不愁销量。何必呢？依照现在交易行的情况之下，所有挂售的木料根本不是问题。你现在以低价贱卖木料，除了扰乱市场以外，能拿到什么好处？哦吼，这么快就急了？这个叫缔造神的家伙，先前在区域频道里就是这个家伙在带自己的节奏，看似一路理性分析，实则全是在贬低自己，并诱导其他人投入奸商的怀抱。没想到对方脸这么大，眼看节奏没能带成，居然直接找上了自己。那么按你的意思，有什么高见？实话实说，其实我也是交易行内的一名普通木料商人。大家都是卖木料的，应该很清楚，现在出售木料需要以放弃自身发展作为代价。既然我们付出了，那么得到相应的一定回报，不算过分吧？小范阁下看起来也不喜欢绕弯子，那我就开门见山的说吧。大家都是卖木料的商人，以现在交易行的规模，任何一家都不可能填满这个需求窟窿。如今的交易行就像是一个吃不完的蛋糕，我们之间相互竞争，只会把蛋糕做得越来越小，而蛋糕越小，我们每个人吃的也就越少。既然如此，那么何不让我们联合？只要我们与其他木料商人统一木料的价格，那么交易行这块蛋糕就能被越做越大，我们每个人都能吃饱。小范阁下觉得如何？统一定价，我能明白对方的意思。只要商人们联合在一起，那么操纵物价其实是一件非常轻易的事情，而这也就形成了企业，形成了集团，形成了庞大的利益聚集体。只可惜与我的成长路线背道而驰。如果我的成长路线是企业政府，那么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接受这个提议。但我的成长路线是中产者，提议不错，只可惜我吃蛋糕不喜欢切，仁慈是中产者的权利，但分享却不在我的词典之上。好啊，但是价格我定，50铜一组，这个价格愿意接受你们就跟，不愿意接受我也不强求。你什么意思？就在刚刚呢，有个神通广大的人把消息发到了我的私聊频道里，你们猜猜他说了什么？他要我把木料涨到5斤，涨到大家都用不起的地步。但大家是谁？是小范的家人们呢？难道就凭他的3言2语，小范我就能被判家人们吗？不能。因此啊，为了家人们着想，小范，我今天把话放在这里，从今往后木料管够。等到了明天，要是市场上50铜一组的木料价格能比50铜多一个铜板，小范我就跟他姓。果真吗，小范哥？50铜一组的木料不限量。果真的话，你就是我异父异母的亲哥。楼上爬，别想占我的便宜。宣战了，宣战了！良心小范哥对交易行奸商宣战了。第一次企业战争要打起来了吗？救命！宣战！你最好别让我知道你在哪里。啊哈哈！频道里大家都蛮热情的嘛。呼，你倒是轻松了。混蛋领主，这么闲的话，下次就帮我一起上架啊。没问题。汉堡来点史莱姆凝胶。
哈哈哈，这会儿功夫给你赚了5斤，在史莱姆里你也是个小富翁了吧？好了，这次上架我可是自己一个人完成的，下一批木料就拜托你喽。哈，混蛋领主，你给我好好看着，这里一个淑女，一个可爱的女孩子，你就忍心让她一直干粗活吗？不忍心，但我可以不把你看成一个可爱的女孩子，而是看成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黑心资本家，这样我的良心就好受多了。原来你只在乎你的良心受不受谴责是吗？作为一个有良心的新时代小贩，他是不会对古早时期的黑心资本家妥协的。看着自己账面上多出来的金币，灵和直接招募了20名契约伐木工，为他们购买工具后设置成满响状态。虽然从长期角度来看，长时间保持满响是非常亏本的行为，但就目前短期的角度，这是最适合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方式。薇拉，知道了。回馈家人们50铜一组，600多组新鲜出炉的木料马上上架。小贩哥的木料好是好，数量多，售价也便宜，但这几次上架我是真的一次也没抢到啊。是这个理，虽然我也想等小贩哥的木料，但我这边是雪原，现在已经开始降温了，我有点害怕。现在区域内有将近1万人，就算只有一半的人需要木料，也有5000左右吧。小贩哥的木料我们真的抢得到吗？各位，游戏结束了！哈哈哈哈哈哈！输了，他们输得一败涂地，嘿嘿，成为利益的宠儿，这才该是被我选中的领主大人。薇拉，你在嘀咕什么？也没发烧啊，怎么笑得这么瘆人？行啦行啦，别生气啦。这是什么？快乐水，现在交易行里1斤1瓶呢。1斤就玩1值1枚金币。安了安了，反正花出去钱不久之后也会回到我们这里，庆祝我们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干杯！很甜，是吧？可惜没有冰块，也没有汉堡。快乐水跟冰块和汉堡更配呢。既然都给你取名叫汉堡，那就请你也喝一杯好了。混蛋领主，你该不会打算让一名淑女干完这全部的活吧？唉，要不我来帮你。一言为定。久等了，久等了，家人们久等了，多亏了家人们照顾小贩生意，小贩深感感激。为此，50铜一组，4000组木料奉上。4000组，小贩哥，你真没多大一个零嘛？有句话我老早就想说了，为什么小贩哥给我一种新手村基础 NPC 商人的感觉？我去，这么说还真像。这个家伙究竟是何方神圣？混蛋领主，混蛋领主！怎么了，薇拉？那些奸商们把价格调整到跟我们一样了呢。哦，好，看来他们忍不住了。薇拉，我们的木料价格直接降到30铜。呐。薇拉这次没有反对，产出量过剩的当下，他已经完全能理解灵和的用意了。所有的小钱都必须落到我和混蛋领主的手里。家人们晚上好啊！今天的天气有些太凉，小贩穿得很厚，都不免打了个喷嚏。所以小贩我就担心呢，家人们要是着凉了该怎么办？生病了又该怎么办？转念一想，让家人们都能取上暖，家人们不就不会生病了吗？为家人们的身体着想，从今晚开始，小贩这的木料统一降价到30铜一组。呜，没想到战争游戏里也会有小贩哥这样的大好人。30铜一组木料，半个面包的价钱，小贩哥这真的不是白送吗？现在竟然卖到30铜了，砍了一半的收益，就是要把我往死路上逼吗？好好好，价格战士吧，我看看你价格还能降到多低。哎，混蛋领主，那些人把木料价格降到15铜了哎，我们要继续降价吗？15铜，白痴，我们不用降价，把他们的木料买下来就行，还有的赚。哦，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难道他不应该继续降价吗？对方将木料的价格压到30铜，根本就不是在耍脾气，而是有预谋的打压木料利润。那个叫良心小贩的家伙已经有信心吃下交易行内木料这一方面的全部蛋糕。这才1天都不到的时间，仅凭一个交易行，居然就养出了这么个巨无霸。领主大人，您的领民荒野仆从忠诚度降低5点。呵呵，你们也看不起我是不是？不，领主大人，我们只是担心您。够了，我知道你们都看不起我，我是个没用的废物，我是个脑子不好的傻瓜。现在你们都满意了吗？满意了吗？您的领民荒野仆从忠诚度降低10点。那个您需要的木料我放在这里了。我不该是这样的，不该是这样的。战争是这个世界的主旋律，唯有血与火的试炼，才能使我们更加强大。请选择一个难度的试炼，根据不同难度，随机抽取不同的野外生物或外族领主来进攻本族所有玩家。选择末日劫难。以目前区域强度，末日劫难有几率导致所有生灵尽数消亡，是否继续？是。这张试炼书页是木料以物换物得来的道具，先前我从来没有想过会这样使用它，本意应该在我强大之时使用，为伟业添砖加瓦更进一步，但现在却将它用在这里。我实现不了野心，站不到那巅峰的高度，那何不如让这片区域的上万人陪我一块去九幽黄泉走上一遭？竟然还需要匹配时间，也罢，就让他们再多活一会儿。领主大人总算有那么一捏捏小钱钱了呢，嘿嘿。你啊你，我都怀疑，要是有1万金币，你能把你老板我给卖了。金钱的气息，好重的金钱的气息，每一枚金币都是妈妈的小可爱。捕获时间到了，我亲爱的合作伙伴。等等，这些就够用了。依照现在这个缩小速度，恐怕汉堡把自己身体全部掏空，都填不上100枚金币这个窟窿。这样想来，刚刚的交易举动就好像是在想要汉堡的命一样。看来得想办法造个史莱姆牧场了。恭喜您获得升级奖励。交易行黑铁贵宾卡虽然只是5%的税率，但可不能小看这张贵宾卡。这意味着同样的东西售价95铜，收益要高于其他人售价100铜的净收入。这将会是压死交易行其他商人的最后一根稻草。原来我的初始领民就是这个随机领民招募令啊！如果没有薇拉讨来的那个天头，没有契约伐木工，我的开局恐怕真的要成为地狱难度，比现在难上10倍不止。看我干什么，混蛋领主！没什么，使用初始招募令。恭喜您获得基础领民单位牛马。牛马，听上去好像不是什么正经领民的样子。牛马时代特殊中产者途径。简介：牛和马饿了需要给他们喂草，但牛马饿了会自己去买草。招募价格1金。招募，老板好。你会正常说话？是的，老板。当然，如果是老板的要求，我也可以不会正常说话。见到对方这活脱脱一副狗腿子的模样，意识到此人就是自己刚刚招募而来的牛马，灵和这才站稳脚跟。实在是先前习惯了只会喊口号的契约伐木工，此刻见到个能正常沟通的领民，都有些不太适应。除了能够正常沟通，性格也比较讨喜之外，相比之契约伐木工，根本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优点。而这样的单位，居然和契约伐木工一样，需要1金才能招募。老板，有什么活需要我去干嘛？老板，我看伐木就挺不错的，只要给我一个工具，我就能立即胜任。好吧，现在找到一个优点了。这牛马相比起契约伐木工，至少在主观能动性这方面要强上不少。如果换做契约伐木工的话，自己不下达命令，他们是真的不会去找活干的。姓名无，职业牛马，饗银无，特殊能力自我提升，自力更生，战斗力1，聊胜于无。2个特殊能力。自我提升简介：
用进废退，一名合格的牛马需要永远拥有一颗上进之心。效果：每工作24小时，战斗力+1，上限为当前时代阶段乘以3；每休息24小时，战斗力减1，最低为1。也就是说，在目前石器时代，牛马的战斗力最多可以增加到4吗？就目前石器时代而言，这特殊能力只能说是华而不实。毕竟契约伐木工虽然没有特殊能力，但初始战力便有足足5点。牛马就算将 buff 叠满，战斗力也依旧要比契约伐木工更低。而且想要保持战斗力，就必须保证牛马的工作时间大于休息时间。如果像契约伐木工一样，每日工作12小时，休息12小时的话，那么战斗力是永远不可能提升的。自力更生效果：当此单位处于满饷状态时，饱食度恒定为饱腹状态，无需食物供给。薇拉，怎么了，混蛋领主？那个契约伐木工需要吃东西吗？哈，人类不需要吃东西吗？不对，混蛋领主，你该不会就没打算给他们吃东西吧？我这不是不了解才问你的吗？混蛋领主，我来帮你准备今天夜里的工作餐吧。人饿死了，招募费和饷银可就都白花了。有道理，事已至此，先吃饭吧。嘿嘿嘿，清汤来了。维拉，你真的会做饭吗？安了，做熟就行了。这东西我绝对不吃啊！真是的，我也没说让混蛋领主你吃这些啊。淀粉可以让工人快速恢复体力，杂草虽然难以消化，但却能增加饱腹感，降低食物成本，真是完美的一餐啊！好啦，让工人们分批过来吃饭吧。没想到你竟然会正经做菜。我当然会做菜，混蛋领主，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再质疑本小姐的厨艺。这才是我想要的意思吧。对了，有个好东西送你。是否对秘书薇拉使用道具秘书培训券？确认使用。秘书薇拉可成长特性：价值解构之瞳，金钱过敏，指数刺激；貔貅钱包，指数刺激。简介：大饼在前，如何不图？效果：通过承诺长期满饷，可激发中产者路线领民或兵种潜力，概率提升领民职业等级。注：当承诺无法实现时，100%触发领民反叛。貔貅钱包。简介：大貔貅，大貔貅，只进不出的大貔貅。大貔貅，喝白酒，喝啤酒，喝红酒，喝洋酒。效果：貔貅钱包会试图咬碎所有在它嘴里掏东西的物体，主动释放时可上架5米内属于我方的有效商品。战斗力3。指数刺激，这个100%触发反叛，时刻都在说明这能力就是把双刃剑。如果想使用这个能力，必须要为未来留够充足的资金，否则很容易演变成搬起石头砸自己脚，得不偿失。这个貔貅钱包可是个好东西，先前上架4000组木料，可是把我给累坏了。日后如果要拓展更多商品的话，光上架的交易行就是个非常麻烦的事情。但有了薇拉的貔貅钱包则不同，主动使用时上架5米内所有商品，这将极大提升我这边的上架效率。最主要的是，日后上架木料的话，我又可以把活儿全部心安理得的丢给薇拉了。请问是否接受私聊？同意。我可以用这张图纸换取一些木料吗？薇拉，帮我估个价。青铜时代的图纸差不多10斤吧，不是什么值钱的玩意儿。10斤啊！30组木料同意的话直接交易，不接受可以转去别家。30组，好。为什么要帮我？你应该知道那张图纸在现在的价值，即使将报价少上10倍，我也会同意的。不是大哥，大姐你千万别多想，我就只是正常报价罢了。你是个好人。没想到正常做个交易还能被发好人卡，也不知道是对方太颠了，还是这个世界太颠了。领主灵雨幽歌对您使用特殊能力变手之约，您的所在方位已对领主灵雨幽歌高亮，您解锁新的面板，好友面板。这是什么意思？你刚刚才说我是个好人，但我想好人不应该被拿枪指着吧？抱歉，是我脑子有些不清晰，太过愉悦了。我只是觉得像你这样的好人在现在这个世道很危险。猎手之约是我成长路线中的特殊能力，可以让我感知到目标的方位与生命状况，但每个时代只能以一个目标绑定。如果我能成功活下去，日后你有什么危险的话，我想我可以帮你。不需要。
如果是真的，那么大家自然相安无事；但如果是假的的话，我手中的将近200位契约府战士也不是拿空想的。唉，人心呐，冷透了。警告！警告！警告！鬼灵一族已使用最终战略9重高塔，鬼灵一族已使用最终战略镜像致敬。有没有大佬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鬼灵族是什么？最终战略又是什么？天上掉下来的高塔又是个什么东西？不知道啊，我今天到目前为止，连小范哥说的史莱姆都没见到过。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区域聊天频道开始减员了？一整天都几乎没有任何减员的区域频道，居然在现如今这短短几分钟内就减少了几十人，这个减员速度太快了。要知道，这片区域才只有1万人，如果按照这个速度减员下去，恐怕1天时间活人数量就要减半。再进一步的话，3天之内所有人都要死。哈哈哈哈哈哈！都要死，所有人都要跟我一起去死！一个可悲的种族，在远远超越我们的时代战场中膜拜。现如今，他们脱离了自己本应扎根的土地，闯入到我们的世界，一个如同嫩芽般还未经历过任何风雨的世界。抉择吧，战斗吧，疯狂吧！是任他们在我们的土地上重建往日的辉煌，还是由我们汲取他们的血肉，成长为全新的参天大树？谁？大哥哥，可以收留我1个晚上吗？外面天色好黑，我好害怕。进来吧。好，谢谢大哥哥。大哥哥讨厌我吗？既然大哥哥讨厌我，那我离开就是了。如此最好。但临走之前，大哥哥能不能回答我一个问题呢？问。果然，大哥哥还是心疼我的吧？好吧，既然大哥哥不愿意收留我，那妹妹就只能去其他领主那里碰碰运气了。大哥哥觉得，现如今我们人类中哪位领主最强呢？良心小贩。良心小贩吗？那好吧，谢谢大哥哥啦，我这就离开。等等。大哥哥果然还是不忍心在夜里赶我离开呢。你走不了。果然如此。我们人类从来不会用我们人类这么诡异的称呼来形容自己。如果是正常的人类，无论是领民还是领主，死亡之后尸体都是不会消失的，更不会爆出这么大量的钱币。如此一幕只能证明一种可能，那就是这个女孩和她的领民都不是人类。何况身为人类领主却不知道良心小贩，真当我是傻子吗？伪装成同族领主的模样，再一击必杀吗？有点意思。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鬼灵族应该也会在其他人那里收集目前人族最强领主的信息。他们最终得到的结论只有可能是良心小贩这个树大招风的家伙。如果自己在这期间再添一把火，良心小贩，我看这一招你又要如何应对？大家且听我一言。现如今面对鬼灵族，我们手里没有任何情报，对最终战略这个潜在的危险也一无所知。如此一来，独自散落在野外无异于送死，给外族逐个击破的机会。所以我呼吁实力比较强大的领主应该主动公开自己的位置信息，让周围弱小的领主向自己靠拢。只有团结在一起，我们才能度过现如今的危机。团结在一起吗？虽然这昵称为缔造神的家伙先前在区域频道里带了自己不少节奏，但现在这句话确实说的有那么几分道理。和其他领主们聚在一起，说不定还能少收点什么保护费、取暖费、场地费之类的东西。如果我再多收购些建筑蓝图，用多余的木料建个避难所的话，是不是还能在上面那些费用的基础上再加收一点过路费和进城费？自己谋财，别人图命，想想就是个很公平的买卖。如果是位置在溪流附近的人，可以试着来找找我。我所在的地方地势比较平坦，在靠近溪水的地方有棵长着树瘤子的枫树，如果在附近的话，随便找个地势高点的地方应该就能看见。我已经派领民去西边待命了，遇到的人可以跟我的领民一块回来。这家伙好快的速度，哈哈，真是个愣头青。说起来，小范哥呢？是啊，小范哥呢？现在小范哥应该是我们之间最强的吧？为什么没见小范哥说话？难道小范哥已经睡了？
说不准呢，或许他已经被那鬼灵族的最终宰了杀掉了。我看区域频道的解约，说不定就有他一份。别乱说话，交易行里小范哥上架的东西还在，小范哥肯定活得好好的。小范哥，你倒是发位置啊，让大伙去求个庇护也好。连心小范，你不报位置，你是我孙子。呵呵，混蛋领主伤心了。这几个骂混蛋领主你的，都是白天被我们抢了市场的跳梁小丑，需要薇拉帮你骂回去吗？混蛋领主，我自己骂也就算了，别人也来骂，那就有些太不给我这个超绝可爱的秘书面子了。不用，有你这句话，我感觉好受多了。千万不要暴露自己的位置，请相信我。给我个合理的理由。我刚刚杀人了，不要拉黑我，请冷静一下，然后听我慢慢说。好，我刚刚杀了人，但是我杀的不是人。那些东西会伪装成人类领主的样子，能与我们正常交谈，但语言表达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他们本体并不强，但是死亡后会掉落几枚金币，爆率高的不正常，甚至可以说高到吓人的地步。我怀疑这些东西很可能跟刚刚突然出现的鬼灵族有关。在我开始怀疑他之前，他还向我问过谁是现如今人类最强的领主。我下意识说了你的名字，你现在可能已经被鬼灵族盯上了，所以请千万相信我，千万不要在聊天界面之外随意接触其他领主。你是个好人，我不想看到你因为善良而死。这莫名其妙的家伙又给自己发了张好人卡。好，我记下了。薇拉，你觉得那灵与优哥所说的东西今晚会来找上我们吗？会，都已经接壤到了一起，我想他们应该不会不来拜访一下，我们这位未来的邻居。不过混蛋领主，你如果困了的话就先去睡吧，如果有什么鬼东西过来的话，我也知道该如何保卫我们的资产。所以我们的淑女资本家是在关心我喽？你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我只是在做好身为一名秘书应尽的职责而已，还有淑女后面那3个字你完全不用说。好，林和当然没有按照薇拉的意思直接去休息，稍稍思考后，他还是决定暂且保持清醒，陪着薇拉一同守夜，顺便也见识一下灵与优哥口中的他们究竟是什么东西，威胁度如何。时间一点点过去，这个期间伐木场周围风平浪静，只有契约府战士和牛马的伐木声不断传来。等得无聊，林和便将大部分注意力放在了区域频道内，却见随着地造神提出人类领主间相互聚集，区域频道内人数降低的速度非但没有减缓，反而还有逐渐上升的趋势。这反常的一幕似乎也证实了灵与优哥给出的情报才是对的，现在贸然与其他领主接触十分危险。七月供水在伐木场，乌头爱握在手上，或是老木轻轻晃，明着泛着微光。你说要践行牧场，指尖划过我手掌，将奔翻到第七行，记着静止的规章。含苞不动忧伤，蹭着你的西装，它变小了，你眼神慌张。零星的痕在风长，末日树叶沙沙响，而你笑着问我，未来晚餐想喝什么汤？我们在资本洪流里飘荡，金币堆成古道，四面是海洋。当落单的王冠沉沉发烫，你肩膀站着是落幕的泪光。牛马就给我说早安，领口磨得发凉。你给他两枚铜板，只买双新鞋吧。交易行厮杀成行，区域频道疯狂。篝火映着你侧脸，在写牧场的计划。混蛋领主啊，史莱姆牧场要朝南，汉堡怕冷，你知道的。
账本第108页，我藏的张图画着3个小人和会笑的太阳。我们在数字荒原里。